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赵家湾镇有一个叫秦大宝的采药人，秦大宝父母早逝，是靠着讨百家饭长大的。长大后，秦大宝为了谋生，做起了采药郎的营生。这日子竟一天天好了起来。赵家湾镇背靠南岭玉山，山里虽然常年浓雾笼罩，毒瘴遍布，但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倒也催生了不少的珍稀药物，让无数采药人为此趋之若鹜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秦大宝年龄小时不敢进去，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，他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。他不想一辈子过讨饭的生活，于是便壮起胆子进山采药。话说回来，秦大宝的运气的确不错，加上他胆子也大，经常往人迹罕至的林子里钻，倒让他找到了不少很珍贵的药材。几年下来，秦大宝不仅盖了新房子，还置办了几亩地，更是娶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。这让很多同村的年轻后生看了都羡慕不已，都说秦大宝捡了一个大便宜。秦大宝能够娶到这个貌美如花的妻子，其实也是运气。这件事的缘由，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1个月前，秦大宝背着一袋子药材来到城里贩卖。镇上采药人很多，也没有什么大的药铺能够吃下他的货。索性他就直接去50公里外的州府出售，一来能够全部脱手，二来这么多的药材，这些大药铺也能够吃得下。暗地里，秦大宝还留了一个小心眼，他总担心自己频繁出售药材引来他人的窥视，所以他不敢在附近的乡镇药铺出售，哪怕有收购药材的商人来镇上，他也不敢去接洽。秦大宝刚进药铺，店掌柜的就急忙从柜台后跑了出来，一脸笑意地说道：“秦兄弟，你可是有好久没来了，这次又带来了什么好货色？”这家店秦大宝已经是熟客了，货比3家后，秦大宝觉得这家药铺相对实诚，规模也比较大。他的货虽然不少，但还不至于让对方不顾脸面暗中搞一些小动作。秦大宝并没有以采药人的身份接洽对方，而是以一个药材收购商的身份来贩卖身上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哪怕药材多了些，对方也不会有什么怀疑之处。秦大宝笑道：“杨掌柜的，最近林子里雨水不好，我也是东奔西跑了好几个小镇才弄到这些，你看值多少？”秦大宝把手里的包裹放在柜台上，打开后里面露出了一堆草药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盒子散落在旁边。不用看，盒子里一定是好东西。为了避免药性被其他东西所混杂，秦大宝遇到价值不错的药材时都会用盒子装起来。杨掌柜一看有4个盒子，顿时眼睛一亮，他也不着急去看那些盒子，反而先把其他散碎药材归类摆放，一一报价。秦兄弟，这些散碎药材我给你细分了一下，这些都是1年生到5年生的普通药材，具体的价格你也清楚，我也给你报个价。除了那4个盒子之外，这一堆药材7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7两。秦大宝思虑了片刻，这个价与他心里预期稍低了那么一点，不过他还是点点头道：“可以。甄掌柜的可以看看剩下的那些。”杨掌柜的把4个盒子依次打开，当他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后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。50年黄金，70年何首乌，还有50年的7叶一枝花，这是100年份的茯苓。秦兄弟，我说你这大半年没来了呢，感情你是找到了这么多好东西呢？秦大宝闻言略微有些诧异，这些东西的年份还是他估摸着算的，没想到对方看了一眼，全部都认出来了。他有些钦佩道：“杨掌柜，论辨别药材年份种类的准确率，恐怕这城里无人能出左右了。”杨掌柜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秦兄弟过奖了，
老夫也只是看得多了些而已。说一句自得的话，在老夫手里过的药材那是不计其数，100年份以上的也有不少。以前我师父就曾经收到过一株800年的人参，那东西是我生平所见。秦大宝看着对方眼里那渴望的神色，眼里露出一丝迟疑，不过他还是说道：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我本来可以分散到其他家去的，但考虑到杨掌柜的对我这些年颇为照顾，我就全部给你带来了。杨掌柜顿时有些兴奋道：那我可要先谢过秦兄弟了，这些东西我们玉兴斋全部要了。价格吗？我给你500两银子如何？秦兄弟，这个价可是溢出了不少了，你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全部吃下。秦大宝想了想，觉得这个价格也合适。他之前去打听过，这些药材价格也在600两左右。对方收了东西，肯定要赚钱，自己慢慢出手也没麻烦。他索性全部都卖给了玉兴斋。杨掌柜高高兴兴把药材收了，拿出银子放在袋子里，说道：合作愉快。我玉兴斋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这里一共520两银子，其他的就算是秦兄弟的茶水费。以后你收到好东西可一定要来我们这里。谢了，一定一定。秦大宝接过银子，笑着离开了。这一次是他这1年多来收获最多的一次，前几次都是几十两银子而已。哪怕如此，他也比镇上很多人都富裕。如果做一名樵夫，辛辛苦苦1年也就赚几两银子。采药人虽然风险大，但收获也大。秦大宝带着银子，先是在城里逛了一圈，买了一些吃食后，就准备回家了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却出了意外。一处小巷子里，几个魁梧的大汉带着一个女子往外面拖，后面还跟着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。只不过这老妇满脸是血，看样子被打得不轻。那老妇哭喊道：几位大爷，几位大爷，你们就饶了我们吧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们把她带走，我可就活不了了。为首的一个年轻人眉头一皱，挥挥手让其他人停下拉扯，说道：李氏，我于芳也不是仗势欺人之辈，可是你夫君欠我们的钱怎么办？如今他倒是一死了之了，可是我们的钱呢？既然你们还不起，那便把你女儿抵账，我把她卖到窑子里去，多少也能换几个钱。年轻人这样一说，那老妇脸色一变，顿时求饶道：于方主，我们欠你的钱会还的，你千万别把我女儿卖到窑子，要不然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那女子满脸黑烟，脏兮兮的脸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洗了。她也祈求道：大爷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别把我送到那边去，你们的钱我会慢慢还的。慢慢还？那得还到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给你多说废话了，今天你不走也得走。就在这时，秦大宝刚好路过，与对方差一点撞个正着。其中一个汉子怒道：走路不看道，还不快滚！秦大宝有些意外，不过他也丝毫不惧。身材魁梧壮实的他常年在林子里混，胆子脾气都不小，怎么可能让对方唬住？顿时不卑不亢的道：怎么，这路是你家的？我路过不行？旋即秦大宝瞥了一眼这几人，淡淡的说道：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我这要是去衙门击鼓鸣金，你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对方刚想发火，那年轻人顿时拦住手下，对秦大宝说道：这位兄台，是我们失礼了，他们欠了我们的钱，我们只是来要账而已，你就算去衙门也没用。年轻人看着秦大宝不太好惹，也谨慎起来，要真碰到什么硬茬子，那可不好收拾。就在这时，旁边那女子仿佛看到了希望，见于方的人也不敢动手，以为秦大宝有些实力，顿时祈求道：公子，公子救我，我不想去窑子里当丫鬟，求公子救我，我愿意给公子当牛做马服侍公子。
那老妇也跌跌撞撞跑到秦大宝跟前，跪在地上说道：“公子，救救我们娘俩吧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。”秦大宝见状，眉头一皱，他是一个心肠很软的人，真见不得这种事情。一见这种事，他就想起当年他去讨百家饭的样子，心中无奈一叹。他扭头看向年轻人问道：“他们欠你们多少钱？”年轻人眉头一挑，略微有些意外，这是遇见那家公子哥了，还好刚才没动手。既然对方有意做善人，他也乐得如此，这样他不仅不用做恶人，还把钱给收了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。于是他点点头道：“既然兄台要出这个头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他父亲欠了我们50两银子，如果你能够替他还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”秦大宝闻言，看了看跪在地上的两人，点点头道：“50两银子，我替他们给了。”说罢，秦大宝拿出一张50两银票递给对方。年轻人看见银票，眼睛一缩，心叹多方果然有钱，还不知道是哪家公子哥，这样随随便便就拿出50两银子的人，身份定然不简单。年轻人拿了银票后，对秦大宝拱拱手道：“兄台大义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告辞了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”两女跪在地上叩谢不停。秦大宝急忙让他们起来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家在哪里？快把你母亲送回去吧，她伤势可能有些重。”女子闻言急忙搀扶住自己母亲，她有些愧疚的道：“公子，太感谢了，你能不能说一下地址？我把母亲安排好后，定上门完成我的诺言。”秦大宝摆摆手道：“这倒是不用，我看你母亲伤势不轻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”在女子的连连道谢下，秦大宝帮助女子把老妇人送到了她的家里。她家距离巷子口并不远，是一处破败的老院子。路上，秦大宝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女子的情况，得知她叫李翠莲，父亲做生意借了一大笔钱没办法归还，对方是来要钱的。他父亲生意失败后遭不住打击，一病不起，医治了几个月，后来还是离开了人世。这些人得知他父亲离世后就来要钱，可他们那里还有钱给，于是就发生了巷子口的那一幕。刚才老妇激动地晕了过去，等他醒来看到秦大宝时，却忽然抓住他的衣服，祈求道：“恩人，老身我已经油尽灯枯了，你把翠莲带走吧，要不然他还是没办法逃脱这个魔窟。”李翠莲诧异道：“娘，那些人的前恩人不是已经还了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妇人道：“今天来的这一帮人都还算客气了，如果遇见东大街那些人，你今天就没了。你父亲欠了不止一家，你继续留在这里，那些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恩公，你带着翠莲走吧，让她给你洗衣叠被，端茶倒水都行，她留在这里准会被那些人带走的。”秦大宝有些犯难了，他想了想后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既然你们欠了别人的钱，那直接就还了便是，逃走也不是办法。欠了多少，我替你们还。”那老妇摇摇头道：“恩公，你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怎么可能让你再破费？”就在他拒绝时，屋外又来了一群人。李翠莲刚想出去，秦大宝拦住了他，他直接走了出去。一盏茶后，秦大宝回来了，屋外的人也离开了。回来后，秦大宝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不用东奔西跑了，钱我已经替你们还了，80银子。”李翠莲母女俩看着秦大宝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片刻后，那老妇说道：“恩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的命就是你的了，你去哪里，我们去哪里，当牛做马都行。正所谓好人做到底。”秦大宝见老妇两人无依无靠，担心对方会来欺负他们，索性道：“虽然我替你们还了钱，但多方也不是好说话之辈。这样吧，你们跟我走，先暂时躲避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了，
你们去哪都可。”在两人感恩戴德之下，秦大宝雇了一辆马车，带着两人回到了小镇。他刚刚购置了房产，安置他们两人那是绰绰有余的。让秦大宝没想到的是，他刚刚把李翠莲母女两人接到小镇，李翠莲的母亲就因救急而离世。离世之前，妇人把李翠莲托付给了秦大宝。秦大宝见李翠莲对自己有意，心里想着自己也打了多年的光棍，在询问李翠莲后，两人也是情投意合，相互便结为夫妻。让秦大宝没想到的是，之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李翠莲，在梳洗打扮之后，竟然也是一个美人，这让他只感叹捡到宝了。花了100多两银子娶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这让他很是庆幸。让人往惋惜的是，两人这才新婚没多久，秦大宝就出现了意外。这天，秦大宝购置的院子里挂着无数白布，一名貌美女子跪在灵柩前哭得撕心裂肺。原来就在3天前，秦大宝进入林子里寻药材时，不小心出现了意外。据发现他的人说，秦大宝是太过深入林子，吸入了有毒的瘴气，中毒而死。翠莲，这人死也不能复生，你就节哀顺变吧。灵柩旁，一个容貌清秀的男子走过来劝说道。李翠莲止住了哭声，扭头看向旁边的男子，问道：“胡大哥，我能看看我夫君吗？”来人叫胡有才，是秦大宝一个好兄弟，两人有空时经常结伴进山。这一次就是他把秦大宝给送出来的。胡有才有些为难地道：“翠莲弟妹，大宝被毒瘴气腐蚀了身体，还是不要看了，我怕你会不适应。况且既然已经入关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”被胡有才这样一说，李翠莲也有些迟疑起来，想了想后还是没有打开棺材。胡有才见状，略微松了一口气。之后几天，胡有才在秦家忙前忙后，帮忙处理秦大宝的后事。等秦大宝下葬后，来帮忙街坊邻居也都散了。秦大宝的死并没有因为他的下葬而结束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小道消息。以前秦大宝风里来雨里去，玉山里面的林子每年都要去很多次，也不见秦大宝折在里面。于是在秦大宝刚刚离世不久，就有些小道消息传了出来。有人说李翠莲其实就是一个邪魔玉女，她与其他男人有染，趁机陷害自己丈夫。也有人说李翠莲是妖女，专克自家男人，要不然秦大宝未曾娶妻之前好好的，新婚1个月就离奇死亡，这未免也有些过于巧合了吧。这些小道消息越传越过分，甚至都传到了李翠莲耳中。当她听到这些消息时，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。这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她根本就没有做过。可是人言可畏，秦大宝早早离世，他的解释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。四周的街坊邻居，哪一个见着他就如同见了丧门星，一个个都躲着走。无奈之下，李翠莲只好待在家里。既然别人想说，那便说去吧，清者自清就好。这天，李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忽然院子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李翠莲擦了擦手，打开院门后，有些意外地说道：“胡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胡有才看了看李翠莲，笑道：“我这不是路过吗？大宝离开后你受委屈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。”李翠莲急忙道：“胡大哥，你破费了，别人都躲着我，就只有你不嫌弃我是一个不祥之人。”胡有才摆摆手道：“那些都是小人之说，我从来不相信这些。再说了，大宝是因为玉山里面的瘴气而亡，并不因为你。”李翠莲听后心中有些感动，便说道：“胡大哥，你先进来吧，我去给你泡一壶茶。”把胡有才引进来后，李翠莲转身去了厨房。胡有才看着李翠莲那妖娆的身姿，不由得吞了吞口水。茶水端过来后，李翠莲说道：“胡大哥，你等等。”
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小菜，劳烦妹子了。趁着李翠莲离开，胡有才悄悄拿出一包黑色的粉末，倒了一些在茶水里。他有些自得道：有了这合欢米伞，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很快，李翠莲便端着2碟小菜走了出来。等李翠莲出来时，胡有才已经找了一张凳子坐下，来到近前。李翠莲给胡有才倒了一杯茶，说道：这几天多谢胡大哥照料，妹子在这里先敬大哥一杯。说罢，李翠莲没有丝毫防备，一口喝下茶水。胡有才见状，眼睛金光一闪，他刚刚把手伸回来，胡有才便拉住他的手，真切地道：翠莲妹子，你好美。李翠莲一惊，急忙缩回手，花容失色地道：胡大哥，你怎么这样？胡有才看了看四周，露出一丝笑意，说道：翠莲妹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现在大宝也没了，你就嫁给我吧。这段时间我怎么样，你想必也很清楚。说罢，胡有才就要对李翠莲动手动脚。你无耻！李翠莲气急，怒道：胡有才，你与大宝怎么说也是好兄弟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？胡有才闻言冷笑道：李翠莲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信不信只要我喊一声，到时候这个小镇你都待不下去，你只要嫁给我，以后还是会享福的。李翠莲拿起凳子，怒道：胡有才，有本事你就过来，今天哪怕我名声不保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胡有才一下子怒了，他没想到李翠莲竟然是一个烈妇，秦大宝都已经死了，他还保住自己的贞洁。他本来以为这段时间的那些小道消息会让李翠莲动摇内心，没想到他竟然不受影响。没错，这段时间说李翠莲克夫的消息都是胡有才悄悄传出来的。既然软的不行，胡有才准备霸王硬上弓。自从秦大宝把李翠莲带回来的那天起，胡有才就对李翠莲一见倾心了。特别是李翠莲与秦大宝成亲那天，李翠莲那娇美的容颜让胡有才彻底沦陷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秦大宝怎么会娶到如此貌美如花的妻子。如今秦大宝已死，李翠莲就是他的了。无论使用什么手段，李翠莲早晚都会嫁给他。胡有才认为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那李翠莲就老实了，到时候还不是什么都听他的。就在胡有才准备动手时，一根漆黑的木棒忽然从外面飞进院子，正中胡有才后背，直接把胡有才打翻在地。胡有才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院子外忽然冲进来一群衙役，在这些衙役的后面跟着一个魁梧的男子。当李翠莲看清楚此人的面孔时，她有些不敢相信地道：夫君，你没死。地上的胡有才一听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急忙翻身而起。当他看清来人的面孔时，那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好不精彩。秦大宝看着胡有才，冷冷地道：胡有才，枉我把你当兄弟，你说这些年我给了你多少钱？要不是我救了你，你早就被狼给啃干净了。我没想到你竟然在我背后捅刀子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进入死亡谷还能活着回来，倒是嘉诚，他应该遭了你的毒手了吧？原来在半个月前，进入玉山的人不止胡有才与秦大宝两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叫于嘉诚的人。胡有才在见到李翠莲后，心中有了除掉秦大宝的计划，可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对付秦大宝，于是便哄骗秦大宝进入死亡瘴气谷，并且还截断了秦大宝的退路，把峡谷口堵死。在胡有才看来，秦大宝必死无疑。为了人大家伙相信秦大宝已死，他又悄悄谋害了同行的于嘉诚。他送回来的不是秦大宝，而是于嘉诚。而秦大宝在林子混迹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被困住？一点小小的瘴气还难不了他。历尽千辛万苦，秦大宝逃出升天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
因为他知道胡有才肯定会在场。秦大宝悄悄回到镇上后，就听说了李翠莲的事情。一开始他是愤怒的，可后来他想想觉得不可能，这其中应该有其他缘由。于是他悄悄跟在胡有才后面，发现他每天傍晚都会悄悄去自己家院子。从胡有才对李翠莲那贪婪的目光中，秦大宝知道了其中的因果。于是他悄悄来到城里，把胡有才的事情告知了衙门，悄悄带来了10几个衙役捕快，打算给胡有才一个惊喜。他刚刚回到家里，就看见胡有才对李翠莲动手动脚，激动之下直接扔了一根木棒过来，砸中了胡有才。胡有才，我们怀疑你杀害他人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一个年轻捕头拿着铁链，直接套在了胡有才头上。胡有才也知道自己逃不了，乖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这些捕头离开之前，秦大宝悄悄给了为首的大汉一些银子，说道：辛苦各位了，这些你们喝喝茶，我稍后就到。于家城的埋葬的地方你们也看了，也一并带走吧。那汉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秦兄弟客气，那我们先走一步。众人离开后，秦大宝看着李翠莲，有些歉意的道：娘子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李翠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趴在秦大宝怀里伤心不已。我以为你死了呢，他们都说我是白虎克夫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以为是我害了你呢。秦大宝安慰道：没事，我回来了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救了这么一个白眼狼，不过也好，他也会受到该有的惩罚。事后胡有才被审讯，直接死罪，定于秋后问斩。秦大宝回到小镇后，与李翠莲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小日子。因李翠莲过于担心，秦大宝便没有再做采药人，变成了一个药材收购商。两人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几年后，李翠莲给秦大宝生了2女1男3个孩子，一家人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